隐藏式门把手为什么无法拉开车门呢？空有一个拉线孔位，却没有拉线存在。电机齿轮呢会反转，使机械拉线与锁扣直连。死神来了，应急门把手好不好找，易不易拉？这是一个用正常视角绝技发现不了的位置。我们拆解了10余款车的隐藏式门把手，结论是国家禁止全隐藏式门把手的规定太好了，甚至都轻了，应该把某些半隐藏式门把手一并给禁了，因为这类设计的隐患和风险实在太大了。可能有兄弟会问10余款是几个意思？为啥不给个明确数字呢？因为多年斗争经验让楚少深知，不是全部拆解结果都能顺利公之于众的节目想上线，可能就是得隐去某些车型的测试结论。所以此刻究竟还剩下10几款，还是都不足10款了，我也不能确定，索性用虚数吧。希望兄弟们理解万岁。闭口不谈和颠倒黑白之间两害相权，那我选前者。市面上常见的隐藏式门把手类型，本期基本上是找全了。可伸缩平推式隐藏门把手阵营选手最多 ，Model S Plaid、享界 S9、理想 L7、蔚来 ES6 和阿维塔11用的都是这个设计，占据了本期的半壁江山。第二多的呢是按压式隐藏门把手，小鹏 G9 和日产 N7是这派的拥趸。半隐藏式门把手的代表是小米苏7，内翻式隐藏门把手代表车型呢是小米玉7，按钮式开门的代表是极氪 X， 另外外拉式门把手的代表是极氪009。可能有兄弟要问了，这儿聊隐藏式门把手呢，极氪009这种传统外拉式的怎么也混进来了？提前剧透一下看似纯机械的门把手也是会整故事的咱们后面细说。至于为什么是这些车参与测试，主要原因呢是他们中绝大多数是真10万公里长测节目组的自有资产，那自己的车研究起来呢更方便更无所顾忌。只有2部是从租车供应商那儿租来的，我们呢也提前说明了用途，并支付了远高于市场价格的租金，道德侠们还请放心。新能源厂商为什么如此钟爱隐藏式门把手呢？啥降低风阻让开门动作更优雅、更省力之类的说辞，那都是扯淡。它能起到的最大作用，不过是设计师想在车身上创建一个这个智能车的桌面快捷方式，让消费者一眼定真，看出来这不是一辆老旧燃油车。可设计上沾沾自喜的功劳簿，在一次次事故中却成了阻碍救援的拦路虎。今天咱们就通过测试和拆解，来给这些车的解锁开门安全性排排座次。要想在事故中顺利开门，前提呢是车得能解锁，但凡没能解锁，那别说隐藏式门把手了，传统机械门把手也别想从外面拉开。就比如让保洁阿姨卖车那品牌旗下挺贵的那大面包车，用的就是机械拉手。可那次高速上的碰撞事故还不是无法开门施救，这开不开呀？最终燃尽了。而能顺利解锁的前提是车辆的低压电池，也就是被俗称为小电瓶的部件不能受损断电，所以小电瓶的安装位置就非常关键。参与本期测试的全部车型里只有特斯拉 Model S Plaid 没有小电瓶，它的低压电呢是靠变压器从动力电池中转接过来的。通过摸排我们找到其高低压转换器位置是在前机舱内的2个塔顶之间，这个位置的结构强度那相当可观，因为前塔顶呢不仅在行驶中要支撑车身的重量，在碰撞时还要和前防撞梁、纵梁、侧边梁和防火墙等结构相互配合，保障车头的刚性。所以把货官保命的高低压转换器布局在这儿，那还是比较妥帖的。更别说它前面呢还有铝合金型材作为保护支架，所以 Model S 低压电的安全性在本期参测车型里能排在第1梯队。同梯队内呢还有小米苏7、玉7、极氪 X、极氪009、小鹏 G9 和蔚来 ES6。
他们呢均是把小电瓶布置在了前机舱塔顶附近。虽然有的偏左，有的偏右啊，靠防火墙的远近呢也稍有不同，但小电瓶整体布局的安全性都是很优秀的。安全性我们认为的第2梯队啊是理想 L7和阿维塔11，它俩呢是把小电瓶安装在了车辆的后部，其中理想的靠近后排座椅这个位置呢，远离后防撞梁和后尾板，哪怕是追尾碰撞也较难侵入到小电瓶的附近，只要防住了童子尿，那基本就不用太担心。阿维塔11是全部参测车型里唯一配备了2个小电瓶的。听到这儿呢，可能有米粉要插嘴了，不对吧？我们苏七不是也有2个小电瓶吗？你居然不提，是不是也想吃公粮了？您听我解释啊，小米苏七包括玉七，它们有备份的不是小电瓶，而是备用通讯电源一块很小的镍氢电池。苏七的呢位于后排头枕后部，玉七的在副驾脚部地板前方。这个备用电源只负责供应应急通讯用电，也就是事故后打电话的那个1call服务，跟小电瓶全无关系。而阿维塔11呢，实打实是配了2块小电瓶，位置呢分别位于后备箱两侧靠近车身蒙皮的位置，外侧呢并没有高强度的防撞结构，可由于是双备份一次事故战损2侧电瓶的几率还是比较低的，所以低压电安全性呢也能排在第2梯队。那剩下的享界 S9、日产 N7 小电瓶在碰撞中受损的风险，注意只是风险就相对要高一些了。从电瓶数量看呢，只有1个；从布局位置看，安装在了车身后部靠近翼子板的位置。这里呢紧邻车身外蒙皮，且小电瓶外部也没有什么吸能部件和溃缩缓冲的空间。但凡强度较大、位置较寸的后方事故，造成小电瓶受损断电的风险呢就比较高了。那总结一下，小电瓶碰撞安全性基本遵循着安装位置越靠近车身中部越安全，周围呢有越多高强度部件越安全，备份数量越多越安全的原则。接下来咱们正式进入实验环节。假定场上这些车，无论小电瓶安装位置的安全性如何，就这么寸碰撞中都被直捣电瓶，连解锁信号都未发出去呢，小电瓶就扑街了。会发生什么呢？可以看到全员从车外都是无法打开车门的。当然这无可厚非毕竟车辆是锁车状态，如果该状态下救援人员能拉开门把手，那意味着平时江洋大盗也能拉开。That's a 9mm semi-automatic pushed against your skull. 所以打不开是合理的。那此时如果从车内想开门呢？理想 L7、小鹏 G9、极氪009能够成功通过车内常规位置门把手解锁下车。其中009由于整车断电，后排的电动侧滑门此时只能手动推开，但脱困无压力。至于为什么只有他们成功靠车内常规门把手就能脱困，因为他们车内门把手用的就是纯机械结构，锁车状态呢也能手动解锁开门，所以他们车内均没有再额外配备应急机械拉手。而剩下的车型，由于车内常规开门方式用的都是电子开关，断电的情况下无法发出解锁信号，只能靠拉藏于各个位置的应急开关解锁下车了。可如果碰撞力度刚刚好，成员懵逼又伤脑，完全昏迷失能了，那就只能靠外部人员破窗，再找到应急门把手开门施救了。那各车前后排应急开关的位置和操作是否醒目便捷？这没有外部救援能不能快速找到？根本拽不开呀，没戏。我们也做了测试，稍后细说。既然锁车时车内断电，全员无法从外开门，我们继续模拟了第2种情景，就是呢小电瓶临终前发出了解锁信号，整车解锁了，但受损的它无法继续为电子门把手供电了，看车外救援者能不能打开车门施救。这个场景可就能分出高下了。可以看到理想 L7
阿维塔11、想借 S9、日产 N7的4门，以及极氪009的后排侧滑门，成功从外打开了生命通道。其中理想的设计呢比较有意思啊。通过拆解 L7 的门锁机构，我们发现它本质上啊是一个套着电子外壳的机械式门把手，它并没有控制锁块的电机和微动开关，只有门把手的伸缩机构是电动的而已。这也解释了为啥理想 L7 车内门把手就是传统机械门把手了。这个设计啊，想想真是蛮好，既满足了设计师要把门把手隐藏掉的 KPI， 又让车主呢有了新能源车的专属体验，还能捎带手降低点风阻，一举3得。除了可能因为车门变形或障碍物阻挡啊这个弹不出来以外，这种电子风味机械式门把手那简直配享太妙。阿维塔11、想借 S9 和日产 N7 在不断电的情况下呢，轻拉门把手的第一段行程便能触发电子开门。可如果小电瓶断电了，它们的门把手呢均与锁扣有机械拉线直连，拉动门把手的第2段行程也能顺利手动开门。极氪009的后排侧滑门呢，就是机械门把手，所以只要车是解锁的，那手动拉开全无压力。而 Model S Plaid、小米苏七 Max、极氪 X、小鹏 G9， 它们的隐藏式门把手或开门按钮啊，则为100%纯电子门把手。通过拆解可以看到，它们的门把手和锁机之间啊，没有任何机构连接。他们工作的逻辑是呢，当人在车外触动门把手时，把手内的微动开关会检测到电信号，并传递给电脑。电脑给出开门指令后，锁机内部的电机会旋转牵拉机械结构来释放锁扣，打开车门。整个过程呢，都是离不开电的。那但凡小电瓶受损没电，或是微动开关失效了，谅你是大罗金仙也无法打开车门施救啊！此时呢，只能寄希望于车内成员苏醒后自行解锁开门，或是暴力破窗了。在这几个纯电子门把手中啊，我们自购的这部小鹏 G9 长测车，这个最有迷惑性。因为无论从外形还是拉动的手感上，它的机械感都相当真实。可拆解后才发现啊，它门把手和锁机之间只有一根拉线，这根拉线的两端呢，一端是锁机，另一端啊连的是门把手内侧的机械钥匙孔，而门把手的机械结构上呢，空有一个拉线孔位，却没有拉线存在。那但凡车辆断电，任你在外面拉出火星子，那也是拉不开车门啊。如果说理想 L7 是具有电子风味的机械式门把手的话，那小鹏 G9 水灵灵就是浓郁机械风味的电子式门把手。至于最新款小鹏 G9 上有没有给门把手增加机械拉线，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剩下的几位选手啊，情况最为特殊。小米预期蔚来 ES6 和极氪009的前车门，它们的外门把手呢，既有电子机构，又有机械结构和锁机物理直连。那为什么在这场车辆解锁小电瓶断电的实验场景下，还是无法从车外拉开车门呢？因为它们的外门把手默认状态下啊，并非是和锁机直连的，也就是和纯电子门把手一样，是靠微动开关发信号电子开门的。那在什么情况下才会直连呢？就是不幸发生碰撞了。比如小米预期就在车主手册中明确标注，当车辆收到碰撞信号后，将会触发整车解锁，此时外部拉手可以打开所有车门。实现的原理啊，是当碰撞信号发出后，锁扣内部的电机齿轮呢会反转，推动涡杆，使机械拉线与锁扣直连，然后就能开门了。平时他们和纯电子式门把手的选手一样，出了事儿呢，他们会多一道机械结构作为保障。但这是不是就万无一失了啊？咱还真说不好。毕竟所有车啊都会有事故真实发生了，可电脑就是误判不发信号指令的风险。而碰撞场景，本期呢咱们还没有条件实现。
最后有几个拆解中我们发现的细节值得一说啊，比如小米苏7和小米玉7用的是同款锁机，苏机上是空着没有拉线的，可玉7上在相同位置上就有了机械结构连接。另外，这个品牌的锁扣不仅小米系在用，理想 L7和吉利系车型呢用的也是同款。这个 logo 呢我们不太认识，就去问了豆包。图中 logo 是迪卡侬 Decathlon 的标志。迪卡侬是一家来自法国的大型连锁运动用品量。所以说字节系的 APP 能信吗？总结一下，在车辆已然解锁但小电瓶受损不供电的情况下，理想 L7、阿维塔11、想界 S9、日产 N7 和极氪009的后排侧滑门可以顺利从外部打开施救，再次说明了保留机械结构备份和传统中控锁功能的重要性。当然，在此呢，我们也要给自己叠个甲就是有没有某些车型给电子门把手藏了应急备用电源哪怕小电瓶受损断电了，人家也能金蝉脱壳，靠备电解锁开门。我们在拆解中呢没有找到，但不排除有这个天才设计的可能。如果有工程师或是民间高手知道欢迎好为人师帮我们补充在评论区里感谢。接着呢，我们再把情况往极端了模拟。死神来了，场上所有车型的门把手那就是从外打不开了，车内成员也失能了，只有破窗施救这一条路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各车车内的应急门把手好不好找，易不易拉，我们也按安全性给排了个梯队。我们会将参测车型的前后排车窗玻璃都降到底，模拟破窗后的样子。那些因为独特设计导致玻璃不能降到底的我们会将车玻璃拆除后再进行实验。至于真实事故中究竟用什么工具破窗更容易，同一种工具在面对单层玻璃和双层夹胶玻璃时，破窗难易程度会有多大的差别我们会做一期衍生番外节目，并尽快上线。家人们呢可以提前点赞关注，谨防迷路。考虑到路人甲或救援兵体型会有差异，哪儿没有？跑老远了，你差多远？这个有胆不在身高嘛，所以呢我们出动了身高170、183、1863位测试员，扩大了样本量，争取给场上选手们最公正的裁决。施救难度最低的那自然是理想 L7、小鹏 G9 和极氪009了。他们车内用的呢就是纯机械的门把手，位置自然也在传统认知里那个该在的位置上。救援人员破窗后，那用肌肉记忆就能轻松拉开车门，无论何种身高的测试员都能轻松完成。而施救难度最高、设计最奇葩、隐患最严重的，当属特斯拉 Model S、极氪 X、阿维塔11和日产 N7了。咱们逐一进行盘点首先该说不说，特斯拉前排应急拉手的位置堪称一众电子门把手选手中的最佳就在车窗控制键的前方，位置呢符合传统认知，向上拉动即可开门，大大节省了救援时间。可前排设计有多可贵，这个后排设计就有多崩溃。Model S 将后排应急开门装置藏在了坐垫下部，除了地毯位置有一个预留的切口外呢，无任何显眼的标记。未经教育的后排乘客自行找到它的难度不亚于一场密室逃脱。另外，其解锁开门的方式呢，也不是常见的这个搬动拉手或是拉动这个绳圈，而是需要捏住并使劲拉动一个拇指大小的塑料片。这种设计对多数人来说操作难度极高，车主的家人都未必能找到的位置，那指着路人甲了解并正确操作，无异于天方夜谭。实测身高170和183的测试员，在按图索骥的情况下，都摸不到那逼仄的位置。根本拽不开呀！
个长矮了。只有186测试员艰难成功。夸张点说啊，现拆门都比找应急开关救得快点儿。接着呢，来看极客 X， 连门把手都没有的他，本就在前几个回合里啊丢分不少了，没想到应急开关设计的那更是奇葩。前排应急拉手位置在车门储格后侧，颜色呢与内饰浑然一体，没做区分。但好在啊，对新能源车稍有经验的救援侠还是能摸索到的。但后排乘客的应急把手是生怕被人找到啊，居然藏在了车门扶手下方啊，开口向下。这是一个无论车内乘客还是车外救援人员用正常视角绝技发现不了的位置。设计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猜测啊，是放在别的地方还要额外单花一笔开模费，藏到这儿呢就正好，这辈子值了。阿维塔11和日产 N7 前排应急拉手没问题啊，就在常规车门主格位置。阿维塔呢，甚至还给喷成了醒目的红色，便于车内外人员快速锁定。问题呢，还是出在后排，他们的应急门把手啊都被盖板所覆盖。光线昏暗的情况下，很难快速锁定目标。没有啊，哪怕是熟知位置的人啊，找到了也要先攻破盖板才能找到应急开关。应急开关呢，也不是常规的抠手，而是细小的钢丝绳圈，操作难度又高一层，拖慢了救援进度。而且两部车如果不拆除车窗啊，那身高170的测试员想完成这套救援操作，臣妾是真做不到啊。甚至身高183的测试员也都比较吃力。剩下的选手，小米苏7、玉7、想界 S9、蔚来 ES6，应急开关的设计呢，就属于中规中矩、无功无过了。先看两部小米系啊，应急拉手的位置和操作方式呢，基本一致，都布局在车门下方的储格内，操作方式呢，也都是拉动即可开门。苏7应急拉手是与内饰同色的，可在玉7上啊，已经升级成了更醒目的红色。苏7降下前后车窗后啊，哪怕玻璃不能完全降到底，身高170的测试员都能俯身摸到应急拉手救人。但玉7由于造型所限啊，后排如果只是降下车窗，那不能降到底的局限，让3位测试员都无法从车外够到应急拉手。只有当卸下车玻璃，模拟破窗后，全部测试员才能顺利拉门救人。想界 S9、蔚来 ES6 应急拉手啊，也是布局在车门储格内的。蔚来虽然不像玉7那样啊，贴心的将应急把手整成了红色，但也在拉手旁呢贴了一个较为醒目的贴纸来标记位置。从救援空间看 ，S9 后排车窗无法完全降下，导致170测试员呢够不到拉手。183的操作比较轻松，拆下车玻璃后啊，就全员都能施展操作了。ES6 呢是4窗玻璃啊都能降到底，哪怕是 SUV 车身会高点，但3位测试员都能顺利操作救人。一句话给我们的上期节目做个总结吧。如果设计师们不整隐藏式门把手啊、电子开关这种幺蛾子，咱们甚至都不用费口舌做这期节目啊！传统机械门把手是招谁惹谁了？劳斯莱斯库里南不还在用吗？一部车的智能化、技术实力和设计前瞻性，不该由使用什么形式的门把手来决定。在安全之上的好看，那才是长久的好看。不跟风的设计，能让传统的焕发新光彩的设计，那才是优秀的设计。下期节目里啊，咱该干点力气活了。暴力强拆、破窗救援，看哪件物品才是最趁手、最高效的救援利器。
我是楚少，期待您的点赞、关注、3连支持，咱下集节目里不见不散。